救我！你的兽魂已经枯了，救你也无用。你说什么？一个兽魂枯稀的废物，不配做我的契约者。我供养你12年，药草、兽魂结晶，连突破王阶的机会我都给了你。现在你跟我说我不配？你供养我是你自愿，我可从来没有求过你。你说什么？我留在你身边，也只是为了顾青，只有他才配当我的契约者。你只是退而求其次。12年，我从第一天起就开始供养你。现在你说你留在我身边整整12年，只是为了顾青？废话少说，烈渊来了，趁你还有云力，拖住他。好，原来这就是12年的答案。12年前陨星坠落，双生凤凰现世，闺蜜顾青拉着我的手，说一人契约一个。月月，这是对陨星凤凰，我们一人听约一个吧。月月最强了，双鸾体内有煞气，只有你能供养它。好。此后12年，我碾碎结晶供养他，手把手教他搏杀，甚至放弃自己突破王阶的机会，把资源全部给了他。却没想到，双鸾从未对我有过半分感激，他所有的恭敬姿态都留给了顾青。原来我供养的不是凤凰，是条毒蛇。顾青大人，顾青大人，顾青大人才是我们部落的荣耀。我护着的族人没有一个提我的名字。这是在干什么？月月，重来一次，别再选他了。月月，是对陨星凤凰哎，我们一人契约一个吧。月月最强了，双鸾体内有煞气，只有你能供养它，你选双鸾吧。月月，我不要双鸾。月月，别任性，双生凤凰一冰一火，只有最强的战士才能供养双鸾。这里除了你，没有人能压住他的煞气。我是为了大家好。为了大家好，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契约双鸾？我的兽魂不如你强，供养不了他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所以你契约完好的岩凤，把残破的双鸾推给我，这叫为了大家好。你的善良难道只停留在嘴上，口口声声说是我最好的姐妹？你真是好算计。这话说的倒是有点道理。月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们是最好的姐妹，我怎么可能害你？双鸾虽是残凤，但你供养她，她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。报答？报答？用上辈子的背叛来报答我吗？不必了，我不需要他的报答。非要选的话，我选他。月月，他是废脉，身上一丝兽魂都没有，你疯了吗？我没疯。求你选我，你是这里最强的战士，只有你能供养我。你不选我，我活不了多久。前世他也这样看着我，求我选他，我选了。12年后，他却说他从没求过我。月月，你看，双鸾自己也想跟你，这就是最好的安排。月月是我们部落最强的战士，岩凤完好就交给我，这样分配最公平了。你不好意思，我不选废物。走吧，跟我回家。林月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一定会后悔。苍淼，你怎么了？月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喊我。前世我死后，意识化为飞鸟，我看见你弯下这里的鳞片，燃尽全部龙魂和神血，发动时空逆转。你什么都没说，只留了一句：重来一次，别再选他了。前世你在角落里圈了12年，我从没看过你一眼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待在那个角落里了。我们签订平等契约，以我战狼兽魂为契，此后并肩作战，生死共担。你来干什么？这是我的洞穴。我来找你，求你选我。真可笑，需要的时候求着你，不需要的时候扔掉你，一模一样的理所当然。说完了，说完就走吧，我不可能选你。我站在广场上想了很久，我不明白，
你是这里最强的战士，我也是灭星级的凤凰，你选我，对你没有坏处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不懂你为什么选他。你选他，他连自己都活不了；选我，我可以做你的契约兽。做我的契约兽？对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。任何事？任何事。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；你让我赴死，包括违逆顾青。你的犹豫已经给了我答案，我也不需要一个需要续命的契约兽，我已经有契约者了。他一个废脉，他能给你什么？他连一只最低阶的异兽都杀不死，而我可以为你战死，为你踏平兽潮，为你。他什么都不需要给我，但我会选他，而你给我再多，我也不会选你。现在滚，以后别再来了。林月，你会后悔的，我不会再求你第3次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后悔上辈子的错，我可不会再犯一次。此后20余日，我白天为苍淼调理经脉，带他练刀。从今天开始，白天跟我练刀，夜晚自己练。距离部落年度狩猎日还有不到1个月。我可能会拖累你。放心吧，你不会。夜晚便独自苦修搏杀之术。再过1个月就是部落年度狩猎日，这是衡量战士价值的战场，也是部落每年最盛大的赛事。狩猎积分决定未来1整年的资源分配和战力排名，所有契约者组合都必须参加。我一定要带着苍淼去。上辈子我带着双鸾拿下狩猎魁首，风光无限。这辈子，走，我带你一起去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。炎凤顾青，今年最强组合预定。林月大人这次怕是要垫底了。放着好好的凤凰不选，选了个废物，能怪谁？月月，你来了。今天的狩猎区很危险，你如果需要的话，可以和我们一起行动。毕竟你的契约者还不能战斗，独自行动太危险了。我实在是不放心你，我能理解的，你不用不好意思。带着废物参加狩猎，这不是找死吗？顾青大人真善良，还愿意带他，换我才不拖累别人。林月以前多威风，现在沦落到靠顾青施舍了。不必了，苍淼，接刀。刚才那是什么声音？我手里的刀跟着震了一下，你们感觉到了吗？看来月月挑了一把好刀呢。不过兵器再好，也得看是谁在用，对吧？不用听他的话，从现在起执行你自己。那柄刀好像在臣服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那柄刀在向他臣服。你确定他是废脉？我们先进去吧。还能走吗？能。这也叫能？怎么，想让我抱你走？没有。那就站好。你不用这样跟我说话。哪样？这样。这样。还能脸红，说明没累盘。跟上。是顾青，他们碰上 S 级的崩山巨蜥了。我们绕开吗？不 ，S 级兽核不能落在他手里。我们走。月月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帮帮我！这巨蜥鳞甲完整，行动迅捷，兽核位置应该在第7块茯苓下方。怕不怕？怕。怕还站这么前倾？但我更怕你受伤。你跟在我身后。苍淼，这不可能！苍淼，我做了什么？你救了我。你挡在我前面，用自己的命换我的命。我只是不想你受伤。以后不要再这样了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我也会怕你死。你站着就够了，剩下的我来。他这么看着苍淼，又在憋着什么坏心思呢？月月，他
他怎么做到的？我们走吧，狩猎还没结束。月月，你还没回答我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一个兽魂检测为0的人，能让 S 级异兽跪壁臣服，你不觉得应该给族人们一个解释吗？向谁解释？自然是向部落。大家都看到了，一个废脉身上爆发出的威压，连岩凤都被震落了。这种力量，难道不该公开说明？月月，我不是要为难你，但万一他身上有什么危险的东西，万一那股力量不受控制，整个部落都会遭殃。我是为了大家好。为了大家好？什么？之前你劝我契约双鸾，说的是为了大家好。刚才在祭坛广场，你当着所有人说要带我一起狩猎，说的也是为了大家好。现在你追问我契约者的底细，还是为了大家好？你的为了大家好，用在我身上，是不是用得太顺手了？月月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我们是20年的姐妹，我什么时候害过你？你没有害过我吗？你刚才扑过来的时候，明明可以直接避开，可你偏偏调整姿势往我的方向摔。你赌我会接住你，赌我会替你挡下西龙的追击。你把我当盾牌。我没有。你有。苍淼的事，他愿意说的时候自然会说。至于你，顾青，你的善良是张嘴还是用心，你自己清楚。我是什么时候给了你错觉，让你觉得我是个任你摆布的蠢货？我们走。怎么了？以后我们离他们远点儿。怎么了？每次和他们碰上，你都不开心。我不想你不开心。好，依你。严凤，怎么？刚才那股威压，你感觉到了吗？我也不清楚，或许林月给他的的确是一把上好的刀。是吗？那大概是我的错觉。什么废脉，什么检测环为0，我不信。等出去后，我一定要查清楚。本次狩猎 S 级兽核1枚 ，A 级兽核3枚，榜首林月。带着废物还能拿第一，不愧是我们林月大人！林月蝉联部落年度狩猎榜首，奖赏按律分配 ：S 级兽核归猎杀者所有 ，A 级兽核入公库，另赐经文战甲1具，兽魂结晶3枚。我就说林月大人不会让人失望。带着那个废，带着新契约者都能拿第一，林月大人不愧是最强战士。不过我倒是好奇，那枚 S 级兽核是怎么猎到的？说到那头巨蜥，可多亏了月月来得及时。我带着岩凤和那头崩山巨蜥缠斗了半个时辰，岩凤左翼被打穿，我也差点撑不住，还好月月及时赶到，趁巨蜥重伤力竭的时候，一刀解决了他。月月不愧是我们部落最强的战士，时机抓得准。这枚 S 级兽核，他拿的实至名归。顾青和严凤打了半个时辰，那巨蜥本来应该是他的猎物吧？林月大人赶到的时候，巨蜥已经重伤了，这不就是捡现成的吗？我说呢，带着一个废脉怎么可能猎杀 S 级异兽？原来是在别人打残了之后补刀，亏我刚才还替他说话。别动。月月，我敬你一杯，你是我最重要的人，看你拿下榜首，比我自己拿第一还高兴。只是下次别来那么晚了，我一个人撑得实在辛苦，差点就撑不到你来呢。你说你缠斗了半个时辰？是啊，岩凤的伤你也看到了。那你倒是说说看，那头巨蜥的兽核是在哪个位置？第7块腹鳞下方，一刀毙命。你既然缠斗了半个时辰，应该知道它腹鳞有多少块吧？正面几块，侧面几块？对啊，缠斗半个时辰，怎么会连鳞片数都说不出来？顾青大人，你倒是答呀！正面6块，侧腹9块，第7块腹鳞下方确实是兽核所在，但我们没能攻破它的防御。那一刀是你刺的，不是我，兽核归你，我没有异议。好久。你刚才心跳很快，被气的。那为什么不让我说话？你能说什么？骂他不要脸。下次吧，骂人这种事我亲自来。去试试那个废物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我要知道他到底是什么。
你就是他选的人。你站这么近，当我光了？你知道他为了你放弃了什么吗？他放弃了双生凤凰，放弃了我，就为了你这么一个连一只低阶异兽都杀不死的废物。我真的很想知道你身上到底有什么，值得他这么做。连我的威压都感觉不到，你真的连最低等的兽魂波动都没有。你说完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了半天，无非是想告诉我很弱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口口声声一个废成这样的人都值得他选，那你得多失败，才连被选的资格都没了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你连一个废物都不如。你信不信，今晚我就让你交代在这里。来，只要你敢在他的地盘上动手。哼，一个废物还用不着我动手。怎么样？什么都没有，威压我都放到第3层了，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要么是感觉不到，要么是吓傻了。不管是哪种，都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你确定一丝变动都没有？一丝都没有。我用威压探了他全身经脉，空的比普通人还干净。辛苦你了。狩猎时他挡住巨蜥的那股威压，连岩凤都被震落。一个废人怎么可能做得到？或许是你看错了，当时情况混乱，岩凤受伤，你也在流血。人在恐惧的时候容易夸大自己的感受。你不了解他，可我了解。什么意思？20年来，他对我言听计从，我让他把资源给我，他就给了。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我的任何要求，一次都没有。但这几天，他看我的眼神，那不是我认识的林月。他看我的时候，像在看一个陌生人，或者说，像在看一个敌人。你太多心了，一个废脉而已，就算拿了狩猎榜首也是靠捡漏，不足为患。或许就是你想多了，龙族血脉早在1000年前就绝迹了，怎么会在一个废脉身上？当时那股威压我也没感觉到，可能只是巨蜥临死前的挣扎，你把它误认成了别的东西。严凤，你今天在广场上为什么帮他？不是帮他，是陈述事实。那枚兽核确实是他的。我需要那枚兽核，你不明白吗？他把 S 级兽核拿走，我的狩猎积分就会落后，下一次资源分配，好的东西都会先到他手里。我们的积分已经足够拿下第2，你的资源不会少，一枚 S 级兽核改变不了什么。你说的对，是我太紧张了。20年了，我处处替他操心，他忽然对我冷下来，我反而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。少兰，你也辛苦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好。我本来的计划天衣无缝，我契约完好的岩凤，林月接下残配的双鸾，各取所需。他供养双鸾，我坐收渔利。可他偏偏不按我的路走，他选了那个废物，选了那个检测环为0的废物。他看我的眼神像换了一个人，这个变数怎么都让我不安，我一定要做点什么。你体内的力量，那天在密林里释放过一次，但那是被动释放。可我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那头巨蜥要扑向你，然后就不记得了。现在你要学会主动控制它。该放的时候放，该收的时候收，不然下次他再自己跑出来，你的身体未必扛得住。闭上眼，感受你胸口那片龙鳞的位置，试着把里面的力量引到指尖。还不够，需要精准到每一根手指。再来。紧张什么？没紧张。那你掌心出什么汗？用龙魂之力拖住他，不让他落地，不能用另一只手。只能靠力量的精准控制。继续。练到什么程度了？才1片啊，不过也有进步了。明天会是2片。月月，我好像一直都没问过你，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我？因为你前世为我死了，但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那是你还没准备好承受的记忆。因为我不喜欢那极浅的，近乎眼之凤凰呗。我会努力变强的，不会辜负你的选择。下一次不要让我站在你身后，让我站在你旁边。
你现在不就在我旁边吗？听说他带着那个废物拿了狩猎榜首，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自暴自弃选了死脉，现在死撑着面子，最强战士的锐气都没了。嘴长在他们身上，我们不听就好了。浪费部落资源，带着一个废脉占着最强战士的位置，不如把资源让给有能力的战士。林月大人，我有一句话想问，你带着苍淼浪费部落资源，是不是该把更多狩猎份额让给有能力的战士？这话过分了。月月是我们部落最强的战士，带着谁契约是他自己的事。只是培养一个没有兽魂的契约者，确实不容易。月月，如果你真的需要帮忙分担资源压力，我可以替你向大长老申请，把下次狩猎的 A 级兽活优先分配给你。顾青大人这话说的倒是得体，林月带着废脉多拿一份资源，确实说不过去。问题是，谁不知道林月以前是顾青最好的姐妹，现在连顾青都替她说话了，可见她自己那组确实不行。还有谁想问？一起问。既然没人再想问了，那我开始了。刚刚谁说我自暴自弃来着？有的人把凤凰当宝，那是他自身没有实力，而我并不需要一只残损的凤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他在变强，比之前更快。照这个速度，他很快就能突破王阶，到时候你在部落的地位，连他的影子都算不上。就让他在突破之前失去所有人的信任。我母亲是上一代祭司，她死前把共振器和全套灵脉谱留给我。收好，这是祭司体系代代相传的，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用。记住了，你天生兽魂不够强，当不了最强战士，但只要有他在，就没有人能取代你。林月从小就能打，我从小就打不过他，但那又怎样？他靠拳头，我靠脑子。这共振器在我手里，就等于部落的灵脉在我手里。他再强，也防不住从地底下涌出来的东西。感觉到了吗？他在拒绝我。感觉到了，他在召唤我。你呢？你一个人在这里？你放心进去吧。这道门只有龙族血脉能进，外族靠近会被龙威反噬。我进不去了，剩下的路你自己走。你之前说里面有我需要的东西，有你封印的力量，尽可能的吸收进去。去吧，我就在这里等，拿到东西就出来，别在里面发呆。又发作了，我已经尽力了，药草的剂量加到最大了，再多你会受不住。如果是林月供养我的话，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你说什么？他的战狼兽魂可以压住煞气，你的微末治愈术只能延缓，却不能根治，这就是区别。我的治愈术，微末。我说错了吗？这么久了，你除了让我吃药，还会是？从来没有人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过话。双鸾，虽然你不是我的契约凤凰，但你别忘了是谁在陨星下选了你。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？你身上的煞气是我用命在续，我不眠不休给你配药。你续我的命，是因为你需要我的战力，不是因为你在乎我的生死。不是。那你当着大长老的面向我正式契约？你不肯跟我契约，因为契约需要共享兽魂。你怕我把你治愈术只有半阶的事看穿，对吧？这些话你憋了很久吧？你去哪儿？去找药。既然你的医术止步于此，我只能自己想办法。林月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你让我颜面尽失，你给我等着！你的身体怎么这么烫？被龙骨头烤的。还有力气开玩笑，看来死不了。苍淼，回答我，你怎么样了？大半个龙魂已经归位了，力量吸收了7、8成。那剩下的呢？最关键的没能吸收，最后那部分龙魂，他说我心脉不够强，受不住，强行吸收会经脉寸断。那就下次，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
7、8成的龙魂足够你用了，剩下的等你心脉养好了再说。月月，你在外面等着着急吗？不着急。月月，你真的很不会撒谎。我刚刚出来的时候看到你的手指在敲刀柄，你恐怕自己都没发现，你只在等得很焦心的时候才敲。闭嘴吧，省点力气走路。张嘴喝下去。你上次说这句的时候，是喂我第1碗药。你在做什么？用战狼兽魂帮你梳理龙息，别动。会伤到你吗？不会。那你的手为什么在抖？被你烫的。别说话了，快闭眼。月月，别走。我不走，我去拿药给你包扎手上的伤。不用包，明天自己就好了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待着？坐这儿。闭眼睡觉吧。你呢？我要守着你，龙魂刚归位，半夜可能会反噬。那你也闭眼。2个人都不睁眼，谁来守？我不需要人守。你说了不算。睡吧。伤好了？确定没问题了？让你多休息几天，你非要不听。放心吧，都好了。好的这么快？睡了一觉，差不多。哼，差不多就是没好透。好透了。拔刀，让我看看好透了是什么水平。还行，恢复的比我想的快。昨天龙魂归位之后，你体内的力量已经不是之前那个只会被触发的开关了。今天开始第2阶段训练，不是拖叶子了，是实战控制。在战斗中释放龙魂威压，但要精准到只针对单一目标，不惊动周围任何人。我要怎么练？蜜蜂有趋光性，你用龙魂威压锁住其中一只，让它飞不起来。其他的该飞飞，该采蜜采蜜。如果全部飞不起来，或者全部飞走了，你失败。蜜蜂，你觉得简单？不。上次你花了2天才能让一片叶子浮起来，这次我给你的时间是今天之内。开始吧。力气用大了。再来。这只蜜蜂为什么一直不飞？它的翅膀裂了，昨天关它的时候抓伤的。所以你把它放我手里，是想让我知道，不是所有飞不起来的都是被你压制的，有时候它们只是伤还没有好。它动了。看来今天的训练你提前合格了。我还没让单只蜜蜂落地。你做到了更难的，压制是减法，治愈是加法。减法只消耗你已有的东西，加法需要你理解力量的本质。你刚才用了龙魂的治愈之力，说明你已经不是在控制它了，你在理解它。月月，我现在不是废麦了，我可以保护你了。你从来都不是。刚刚还说不疼。就是不疼，真的不疼。哼，嘴硬，跟我还逞什么强？月月，你真好看。练成龙魂之后，别的没长进，倒学会说些甜言蜜语了。你想听，我以后每天都和你说。行了，今天的话是不是攒了10几年的分量，一次倒给我了？回去包扎伤口，然后早点休息。明天的训练量翻倍，别说我没提前通知你。好，翻倍就翻倍。月月，我刚想起一件事，你还记得我们第1次见面吗？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，他对我用情至深，甚至能为我赴死，可我好像没做过什么特别的事。难道我们第1次见面的时候有什么我忽略了的地方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刚才治那只蜜蜂的时候忽然想起来的。那天你也是这么蹲下来的，一群人围着我，只有你蹲下来。你记得倒是清楚。那天的事，
每一件都记得很清楚。没有人会忘记自己第一次被看见的时刻。那我倒想问问你，那天在场的人也不少，几个战士都在，你怎么偏偏就记住我了？什么？你刚才说没有人会忘记第一次被看见的时刻，可那群人里不止我一个。说不定你记住的是那个把你从地上拽起来的人，或者那个喊了一句别打了的人，怎么偏偏是我？拽我的那个人是为了把我拖出去，免得碍事。别打了，是对那几个动手的人说的，不是对我说的。只有你蹲下来，你拨开我头发的时候，手指碰到我额角的伤口，还跟我说了一句话。我问你受伤了吗？不是这句，是你拨开头发之后压低了声音说：“谁打的你？告诉我。”就为这个，前世你为我把命都搭上了，就因为这一句，你就因为一句话记了这么久。不是一句话。那天之前，我被抢过食物，被推下过台阶，被堵在角落里踢过，没有一个人问过是谁打的。你是第一个想替我出头的人。我当时大概也只是随口一问。你问完之后，抬头扫了一圈周围的人，那几个动手的全往后退了一步。你大概不记得了，但是我能记得很久。所以不要问我为什么只记住你，你做了那么多，自己不知道而已。你这个人太容易知足了。不容易，别人给的那些东西不叫知足，是你给的东西才值得记。那你记住了，我不是因为你值得才选你，是因为你本来就不应该被丢在石柱后面。今天我们来实战。你攻我挡，我挡完还手，那我还手的时候你也得挡，谁也不许只挨打。学会讨价还价了，行，来。这刀太客气了，没吃饭。先试试力道，怕你没准备好。这还差不多。你刚才第三刀扫的时候，手腕抖了一下，是故意卖破绽给我。被你发现了，那你为什么不刺？怕你还有后手。聪明。再来，这次不许收力，谁先收力，谁今天负责把训练场的落叶扫干净。扫落叶，这惩罚也太轻了。那加一条，输了的人今晚不准睡床。那我不能输。巧了，我也是。平手。那谁睡床？都睡床。愣着干嘛？收刀。今天的落叶你扫，算是奖励你今天学会讨价还价。听说最近有人在训练场上练废脉，练了这么久，能接住林月大人一招了吗？林月大人，你要是缺陪练，我可以，何必跟一个连兽魂边动都为零的人浪费时间？让开！不让又能怎么？你要跟我打，你还不配和我打？你说什么？我不是你一个废脉的对手！不想死就滚，你挡路了。我刚才说的是真的。哪句？他不是我的对手，但我不想给你惹麻烦。麻烦已经够多了，不差这个。我怕你替我出头，又被人在背后说闲话。我不怕他们说我，但我怕他们说你。你担心了一路，就是在想这个？苍淼，从我选你的那一刻起，就没有人能用闲话分开我们，一个都不会有。我知道，但我在意，我在意你。在意我啊？那晚上好好补偿我。林月，你夺走了部落地位，夺走了一切，我要你失去所有人的信任。大长老，前线急报，兽潮有异动，规模异常。规模有多大？前所未有，是正常年份的3倍以上。不对，前世兽潮的爆发时间比现在晚得多，时机不对。大自然的暴动不会这么有节奏，是有人在操控灵脉，这不是天灾。龙晶有反应，他感应到了异常的灵脉频率，像一枚指针，指向了破坏的源头。方向，灵脉边缘，深夜，有人在那里启动过某种装置。
受潮异动，规模异常，前线探索已确认，10万大山方向，兽群正在大规模集结。大长老，身为祭司学徒，我有责任查明兽潮异动的原因，请允许我率队调查。诸位放心，我一定会查出真相。说起来，最近有人向我提起，在灵脉边缘附近曾见过林月大人深夜独自巡查。当然，我相信月月不会做任何对部落不利的事，他是我最重要的人。深夜巡查是我身为战士的职责，顾青大人不必替我解释。林月大人深夜去灵脉边缘干什么？他没有证据，只能靠暗示。但往往不需要证据，只需要足够多的怀疑。前世他也是这样，从不直接出手，永远让别人替他动手。但他如意算盘落空了，他不知道我们有这个。他今天在祭坛上回你那一句，让你很难堪。不难堪，被怀疑的人是他，又不是我。大长老还没有下令，部落的疑心还不够。那就再加一把火，兽潮越来越大，族人越来越怕，怕到极点，他们就会需要一个罪人。顾青，你说有紧急要事是什么？诸位族人，这枚残片是在兽王巢穴外围发现的，残片上残留的战狼兽魂气息，经我与双鸾共同辨认，正是林月的兽魂印记。我亲眼所见，林月在清剿任务中独自进入兽王巢穴外围，以战狼兽魂打开困兽结界，放走了那只幼崽。这枚残片就是他当时催动兽魂时不慎剥落的能量结晶，确实附着战狼兽魂的气息。那是林月大人的兽魂没错，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月月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我比任何人都希望这不是真的，但证据在此，为了部落的安危，我不能寻死。传我令，林月禁足洞穴，设下禁制，等待公审。为什么不反驳？残片上的兽魂是真的，大长老亲自验证的，现在反驳只会显得狡辩。那就让他把证据都摆出来，越多越好。越多越好。记忆龙晶，证据越多，越容易找到破绽。他不可能伪造出完美无缺的物证链，只要有一环断掉，全部都会塌。你越来越聪明了，月月，我真的很痛心，但为了部落，我必须站出来。你知道的，我是祭司学提，这是我的职责。顾青，你还真是一点都没有变。月月，你在说什么？永远都是那套说辞，你没说腻，我听都听腻了。能不能换点新鲜的？下次公审的时候用得着。月月，我是来帮你的，如果你有什么隐情，现在告诉我，我可以在公审上替你说话。不用了，公审那天该说话的人会说话，但不是你。他慌了。龙晶感应到的灵脉波动的频率和共振器的频率完全一致，公审那天我会激活它。你确定是林月放走的？双鸾亲眼所见，你不信他，还是你不信我？我没有说不信，我只是想问清楚。我知道你不愿意相信，月月是我最好的姐妹，我也不愿意相信。但有些事不是不信就不存在的。你说的证据到底是什么？公审上你都会看到的，每一样证据都指向他。严峰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部落，这次也一样。等公审结束，你会明白的。我从来没有害过他，是他先背叛了我们。好，我会等公审。月月，我要离开部落几天。是要去龙面遗迹里完成最后一步吗？龙晶在呼唤我，龙面遗迹里有我需要完成的最后一步。如果我的身体承受不住完整的龙魂传承，没有如果。你上次从遗迹里走出来，满脸虚汗，站都站不稳。你说大半个龙魂已经归位了，剩下那点儿难不倒你。上次你能走出来，这次也能。等我回来。快点回来，月月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所以我必须为了部落亲手站出来指证他。
你已经练了10遍了。明天的公审不能有任何破绽。大长老的眼睛不瞎，族人的耳朵也不哑。只要公审通过，林月将被剥夺战士资格，你将成为部落唯一的希望。对，唯一的希望，再也没有人能挡在我前面。你比我想的要狠。是你说的，如果是林月供养你，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我只是在弥补我当初选错了。这枚残块是在兽王巢穴外围发现的，上面附着的战狼兽魂气息，经大长老亲自查验，已确定为林月的兽魂印记。林月，我最真实的朋友，我多希望这枚残布是假的。今日当着大长老与全族的面，我请出另一件物证。这块结界石来自困锁兽王幼崽的牢笼，裂痕边缘残留的兽魂气息与残片同源。是同源，皆是林月的战狼兽魂。残片和结界石都对上了，这可是铁证。顾卿大人还替他说话，真是仁至义尽。月月，证据在此，你若有什么隐情，现在就说出来，我愿意相信你不是故意的。你说完了？2件物证，一枚残片，1块结界石。残片上有我的兽魂气息，结界石上也有，所以一定是我放走了兽崽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结界石是困锁牢笼的核心，要打开牢笼，必须先破坏结界石。而破坏结界石需要近距离释放大量兽魂。大长老，您感知一下，结界石上的裂痕是一次性爆发造成的，还是持续侵蚀造成的？是一次性爆发，一击即碎。那就更奇怪了，如果是我放走的兽崽，为什么要用一次性爆发的方式破坏结界石？这种手法动静极大，瞬间触发部落警报。放走兽崽的人，难道不应该是悄无声息地解开结界，而不是砸碎它吗？林月大人说的有道理。或许你当时时间轻迫，顾不了那么多。况且，无论手法如何，你的兽魂出现在结界石上，出现在兽王盟穴外围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大长老，我请求当场核验林月的兽魂，看看他近期是否大量消耗过战狼兽魂，以至于在结界石上留下如此清晰的裂痕。不用核验他的。你们想看证据，这就是。不够了，这个波动幅度，兽巢会大规模暴动。只要把灵脉暴动寄货给林月，就没有人会怀疑我们。残铺上的战狼兽魂气息，可以用巨蜥上次和林月交手时收集到的残留能量来伪造，大长老验不出来的。你确定？我研究他的兽魂编动20年，他刀柄上残留的能量浓度、波度，我比他自己都清楚。做出来的残块，就是他自己都分不出真假。是顾卿自己干的。灵脉暴动，是他引来的兽潮。他还嫁祸给林月大人。这上面附着的战狼兽魂气息是从训练场收集的。林月对练时残留在刀柄上的能量足够做2枚残块，一枚放巢穴外围，一枚嵌进结界石，兽魂同源，谁也看不出区别。顾卿，不，那是伪造的，那是林月的妖术。这记忆龙晶是他从哪里找来的？一定是他捏造的。记忆龙晶由龙族先祖的星云能量结晶而成，影像一旦记录，任何力量都无法篡改。大长老若还有疑虑，可派人搜查顾卿的洞穴。来人，搜查顾卿洞穴。禀大长老，共振器上残留的灵脉能量频率与龙晶影像中的biến动完全吻合。收集器中残留的战狼兽魂样本与残片和结界石上的气息3方比对，全部同源。原来是他陷害林月大人。顾卿，你身为祭司学徒，滥用禁器共振器，伪造战狼兽魂残铺，人为告在灵脉引发兽潮，致使部落结界损毁，战士负伤，并嫁祸于同族战士林月。3条罪，物证人证俱全，你
可知罪？我不认。大长老，这些物证，他们只能证明有人用了共振器，证明残片上有战狼兽魄魂的气息，而是我做的，但证明不了是我的。是林月，一定是他布下的圈套。他把共振器放进我的洞穴，他伪造了这些痕迹。你说是我栽赃你，用不用我提醒你？那天是你在祭坛广场当着所有巡逻战士的面，口口声声说看到我的身影出现在灵脉边缘，也是你亲自向大长老举报了我。大长老当场将我收押禁闭，洞穴外3道封印，禁制蓝光日夜不息。那么我倒想问问你，一个被关在禁闭里的人，哪来的时间去你的洞穴栽赃？月月，我是你最好的姐妹，20年了，我什么时候害过你？陨星坑边是我让你鲜血，你带着苍苗被人嘲笑，是我在族人面前替你说话，怎么能这样对我？这句话你已经不配说了。大长老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是双鸾体内的煞气影响了我的判断。够了，真相已明，现在我宣判，本族祭司学体顾青3罪并罚，即日起剥夺祭司学体资格，降为普通族人。双鸾，按部落律令，罪责共担，念你受人指使，从轻发落。即日起禁足3月，非经召见，不得参与部落一切事务，不得踏入训练场与灵脉重地半步。若有再犯，废除契约，逐出部落。双鸾领罚。林月遭人诬陷，清白已正，即日起恢复最强战士全部特权。另赐兽魂结晶10枚，金纹战甲1具。从今日起，你在部落中的地位与本长老平起平坐，你的话就是老夫的话。因为我的，那本来都是我的。你回来了。我答应过你，会回来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我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知不知道那次受气伤了多少战士？够了，你又是站在什么立场来质问我？你是契约凤凰，正统契约，血脉相连，走到哪里都有人叫你炎凤大人。可我呢？我体内有煞气，从小就是残次品，没有契约者，我连活都活不下去。你能站在这里义正田严地质问我，你又懂什么？你尝过那种滋味吗？你尝过被人捏着命，除了低头什么都做不了的滋味吗？对，我不懂，我不懂被人捏着命是什么滋味，但我懂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在替自己开脱。顾青是捏着你的命，但递刀的手是你自己的，你自己好好想吧。这是我在黑市上花了3年积蓄才弄到手的东西。卖家说，它来自10万大山最深处，是上古兽族留下的遗物，能直通兽王领地。当年我只是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，没想到真的有打开它的一天。谁？苍狼部落，顾青，我要跟你谈一笔交易。人类找我谈交易，有意思，说。林月身边有一个少年叫苍淼，他不是废脉，他体内有龙族血脉，我亲眼看见他在狩猎区让 S 级异兽跪服。他是林月的契约者，除掉他，林月就不足为惧。你们要统治这片星域，龙族是唯一的威胁，我帮你们除掉他，你们帮我除掉林月。龙族血脉，1000年前就该灭绝的东西，你说他还活着？就在我眼前活着，我看得够清楚了。如果真是龙族余孽，确实比吞掉几个部落更让我感兴趣。你是个有意思的人类。好，我会派人来，但你要记住，如果你敢骗我，我会亲自来找你。林月，你夺走了我的一切，我要你也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报，大长老，前锋已突破外围防线，3个哨站同时失联，兽群铺天盖地，遮住了山口的天空，我们的人快支撑不住了。传令，
全员备战。即日起，任命林月为前线总指挥，统帅部落全部精锐，正面迎击受潮。后勤调配、战力部署，悉由林月决断。林月领命。大长老，请准许我随军出发，担任后援。他还有脸站出来？后援？他不会又在背后捅刀子吧？后援责任重大，关系前线战士的补给线与退路。你如今只是一个普通族人，给我一个用你的理由。我犯的错，自己知道，正因为知道，才想在战场上赎回来。我的战力不如林月那样强大，可我的治愈术上等，止血、包扎、护送补给、稳固后方，这些我做得来。让我待在大后方等消息，我做不到。月月，我只知道你不会再信我。不用你给我兵，不用你给我权，把我放在补给线最末端就好，随便什么位置都行，哪怕只是运一趟草药。大长老没有直接驳回，反而把目光转向我，这意思再明白不过。他向来偏爱顾青，即便他犯下3罪，他心里多少还存着几分不忍。但此刻令符在我手上，这个烫手山芋，他是要我主动来接。你要来可以，但你记住，前线的每一个战士都比你重要。如果你在后方动任何手脚，我会亲自押你去审判台，你清楚后果。我明白，谢谢你月月，谢谢你肯给我这个机会。既如此，顾青编入后援队，听候后勤调配，若有异动，军法处置。林月，你即刻出发，受朝不等人。规模不小，你打算怎么打？我带主力正面迎击，拖住兽群主群，侧翼交给2支小队守住哨站隘口，后援队留在石墙内侧，负责补给转运和伤员撤回。你跟着我，前锋最危险的位置，我需要你的龙魂威压。好。你不说点什么吗？比如太危险了，别冲那么撞前，或者让我去就行。我说了你会听吗？不会。那我何必说？你倒是越来越了解我了。以前都是你护着我，训练场上让你挡在前面，狩猎区你挡在前面，公审的时候你还是挡在前面。这一次，让我走你前面。走了，点兵，再磨蹭天都要黑了。月月，前线若有需要，援军立即出发。月月，你是我最……顾青大人，令符在我手里，援军调令需经大长老亲批，不是你说了算。自然，我只是想说，前线战事紧急，我身为普通族人，愿尽绵薄之力。若有需要，我随时可以上战场。出发。他上钩了。他率主力出城，后方空虚，让你的人在峡谷两侧埋伏，不恋战只拖延，拖住就行。我要让他到前线的时候兵力折半。好狠的女人！月月，好戏才刚开始。停，全部停下！举盾，两侧防御！不要追，他们不是来正面打的，是来拖散我们队形的。保持阵型，后队变前队，快速通过峡谷。伏击位置太精准了，不像随机埋伏。他们知道我们会走这条路，知道哪一段古道最窄，哪一段最适合从侧面撕开口子。这条路是出发前1个时辰才定的，主力行军的路线只有议事厅里的人知道。顾青还真的是死性不改。我们先去支援前线。这些兽群的攻势太有章法，左右翼交替冲锋，中间刘康引诱我们突进，有人在指挥。是烈渊，兽王之子。顾青给他传了我们的行军路线，他就能提前布置伏击。他等的就是援军被拖死在峡谷里的这段时间，等我们弹尽粮绝，他才会把主力压上来。
多久？撑到援军到，援军不到，就撑到最后一个战士站不起来为止。信使，回部落告诉大长老，前线战况已超出预估，不是常规兽潮，是兽王之子烈渊亲自指挥的围歼战。我需要全部预备兵力，所有能拿刀的人全部调上来。林月大人，你呢？我在这里等援军，快去！跑死战兽也要在天亮前送到。在援军到达之前，寸土不退。我站在这里，和你们一起。前线急报，林月大人有援军，兽潮规模远超预估，是烈渊亲自指挥的围歼战，我们需要全部预备兵力。部落本部也在遭受零星攻击，防线上人手不足，回去告诉林月，后方抽不出人，让他自己想办法。零星攻击，石墙完全可以抵挡，部落本部还有预备兵力。我说了，没有人手，你是听不见还是听不懂？顾青，预备队确实还有2支，大长老说过。大长老命我统筹后方调度，你在质疑我的判断？我会把你的话原封不动带回前线。月月，你既然那么强，那就靠自己吧，让我看看你的骨头到底有多硬。灵大人，顾青说本部遭受攻击，没有人手。多少人？可我亲眼看到预备队还在，他让我回来告诉你，让你自己想办法。他在撒谎。我们被放弃了，但没有人可以放弃我们。你们是我带出来的，我带你们来，就一定会带你们回去。战士们，跟我冲！凭什么？到底是凭什么一个废脉少年可以拥有我从未拥有过的东西？回部落保护我！现在！严凤，我命你速回部落保护我。你身边站着的是什么人？他们是留守的战士。他们身上的气息和异兽一模一样。顾青，你在和烈渊勾结。你不明白，前线已经撑不住了。林月带走全部精锐，剩下这些人根本守不住部落。烈渊答应过我，只要我们不抵抗，他不会屠戮族人。我是为了保存部落的战力，是为了给大家留一条生路。你保存的是谁的命？林月在前线拿命填缺口，他的战士在峡谷里被你出卖，信使跪在你面前求援军，你说没有人手，然后你站在这里，站在兽王的狼骑兵中间，跟我说你在保存部落。我曾以为你是善良的，我以为你只是嫉妒林月，我以为你伪造证据嫁祸他，是因为你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。我以为你至少还有底线，至少不会和异兽站在一起，至少不会拿前线几千条生命当筹码。我错了，你不是善良，你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底线。严凤，你去哪儿？严凤，你敢飞走？我是你的契约者，你给我回来！苍苗，苍苗，你挡什么？你龙魂还没稳固，你知不知道自己会死？知道你还挡？你不在后面吗？别动，让我看看。你不能再打了，这伤口裂得比上次还深，再扛一次你会死的，你听见没有？月月，别哭。我没哭。那你的眼泪怎么滴在我手上了？你给我活着，你不是答应了我不走前面吗？我没有走前面啊，烈渊打你我就站你前面，这不叫走前面，这叫挡一下。你胸口的血都快流干了，这叫挡一下。那下次我挡2下，我死不了，还没陪你打完仗，还没陪你回去爆炸。回去以后训练量翻3倍。行，翻4倍也行。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身上怎么全是煞气？我在等你。等我？弟弟，我需要你的血脉。龙族已经重现，烈渊在前线，我没有时间了。煞气在吞噬我，如果我不突破，我会死在这场战争里。同命双生，你的血脉可以冲开我最后的瓶颈。
那是所有血脉的源头。我是双鸾，是灭星级的陨星凤凰，是万年难遇的冰血神兽。凭什么向一个之前还是死脉的少年低头？我需要力量，需要超越龙的力量，需要拒绝臣服的力量。弟弟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别的路了。你恨我吧，至少恨我比怜悯我好。前世他在龙眠遗迹里弯下逆鳞的时候，也是这样安静，安静的像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那时候我什么都做不了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他在我面前闭上眼睛。龙，好夜龙，躺在那儿像条断了脊的虫，他快死了，你再守着也守不住一口气。我能帮你，现在我有半神阶的修为，杀气也好，兽潮也好，烈渊也好，只要你肯选我，这些东西我替你扫平。你不用喜欢我，我只是想站在你身边。你为什么不看我？我吞噬了亲弟弟，才换来这些力量。我把自己毁成这样，就是为了能堂堂正正的站在你面前，跟你说我有用了。可你呢？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他一个快死的残躯，到底凭什么？凭什么让你三番两次挡在他前面？凭什么他什么都不用做就能被你选上？我做了所有能做的事，你连一个余光都不肯给我。你说完了吗？你跪着求我选你，追到洞口求我选你，吞噬了你弟弟还来求我选你。你说你能替我扫平一切，不好意思，我并不需要。你要的不是契约，是赢。赢过苍淼，赢过那些看不起你的人，赢过你自己的不甘心。你连命都不要，就为了护他一程？开口求我林月，说一个字，说帮我，我替你杀了他。我不需要求你。你哑巴了吗？你宁可被烈渊撕弃，也不肯求我一句。来呀！你想动他，先踩过我的石头。他疯了吧？前世他从来没有这样过，前世他只会站在顾青身后看着我死。果然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。前世就是你杀了我，这世我要从你嘴里咬下一块肉来。弟弟，对不起，我吞了你的兽核换来的力量，连一个回合都没撑住。你说我是不是很可笑？战狼兽魂，不过如此。顾青说的没错，只要掐断你的元君，你就是一头困兽。你的部落抛弃了你，你的战友死伤殆尽，连那只凤凰都被我打残了，还有谁能救你？果然是你。顾青说你体内有龙族血脉，我还不信。1000年前就该灭绝的东西，居然藏在一个废脉身上。他没骗我，你果然是龙翼。我是烈渊，兽王之子。顾青说你是龙翼，但他说你的龙魂还没完全觉醒，你不可能有这种力量。你太相信他了，一个连自己族人都能出卖的人，他的情报值几个价码？你不清楚？顾青，你给我的情报不全。你说他的龙魂没有完全觉醒，不过他说的也对，确实没有完全觉醒，但对付你够了。那是苍淼，他身上不是检测环为0吗？怎么会有这种力量？不是0，从来都不是0，它是所有数字的总和，是1000年来这片大陆上第一个完全觉醒的龙族血脉。老夫活了这么久，终于亲眼看到了龙族没有灭绝。苍淼，你睁眼，你答应过我会活着的，你答应过的。
这也叫回来了？你胸口的血都淌到我手上了，你知不知道你的龙魂刚才全散出来了，全散出来了！散就散了，你接住了，就不算散。你说不算就不算，这次你说了不算，我说了算，你活着才算回来。顾青，第一罪，滥用祭司职权，以灵脉共鸣器过载灵脉，引发兽潮异动，危及全族。第二罪，伪造物证，以能量收集器伪造战狼兽魂残片与结界石裂痕，栽赃嫁祸部落最强战士林月。第三罪，兽潮前线，身为留守指挥官，公报私仇，拒派援军，间接导致100余名战士在扶助中被吞噬，间接导致龙神继承者苍淼强行释放未稳固龙魂，重伤卑微。宣判顾青永久驱逐，流放边缘区，永世不得返回部落核心区域。驱逐？那不是等于判我死吗？大长老，边缘区外就是异兽领地，您把我扔到那里，不出3天我就会死在异兽嘴里，你还不如现在杀了我。你拒派援军的时候，前线战士的命在你眼里又算什么？不一样，他们是为部落战死是光荣，我为部落做了那么多事，你们不能说扔就扔。够了，把他压下去，即日执行。另外，我宣布，自今日起，林月为部落首席战士，统领全部战力。此番受潮，若无他2人，部落已不复存在。尔等当以他们为荣。林月大人，龙神守护者！他们重建家园，他们欢呼林月的名字，而我站在这里，连一块多余的干粮都没有。我不明白，林月，你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再也算计不过你了？你答应过我，会回来。昨天你在梦里喊我的名字，今天龙鳞又亮了一点。你在努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在努力，我等你，不着急。炎凤的残影在他龙鳞里，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。这本是凤凰族的秘法，但凤凰兽核已碎，肉身已毁，重生需要一个足够强的容器。老夫没想到，最后接住他的是苍淼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有句话我一直没和你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了我第2世。前世我死后，意识没有散，变成了一只透明的飞鸟。我看到你跪在龙眠遗迹里，看到你一手按住胸口，一手化为龙爪，看到你按下自己的逆鳞，燃尽龙魂，发动时空逆转。每一个画面，每一帧，我都记得，从来没有忘过。我只是从来没告诉过你。你当时问我为什么选你，我没说实话，我说不喜欢那只凤凰，你就没有再追问。其实我不是不想告诉你，我是怕你知道了会觉得我选你是因为欠了前世的债。前世你把龙魂和命都给了我，这一世我不希望你觉得自己只是我还债的对象。你从来不是债，你是我今生唯一宝贝的人。别哭了，我回来了。你知不知道你睡了多久？15天，15天你一动不动，只有龙鳞在亮。我每天摸着你的脉搏数着数着就怕它停了，我真的以为你永远都不会醒了。你在，我就会醒。你刚才是不是偷听我说话了？我说前世那些事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已经醒了？你昏迷的时候是不是一直装睡？没有装，只是听到有人在叫我，就回来了。你说的那么认真，我就多听了一会儿。前世欠我的，这辈子慢慢还，不着急，反正你跑不掉。既然你醒了，我也好放心去了却一桩旧事。等我回来。月月，你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会来，我就知道你不会真的把我丢在这里。月月是我最重要的人，你不会真的不管我，对不对？你去跟大长老求求情，让他撤回驱逐令。我可以做最普通的族人，哪怕每天扫地担水也行。我今天来不是来救你的，只是来问你一个问题。你问什么我都答。顾青，你相信人有前世吗？月月，你在说什么前世？你是不是太累了？前线打了那么久的仗，回去好好休息一下，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谈。你不好奇为什么我突然变了吗？不好奇为什么我不握你的手了吗？因为我信啊，我记得前世所有的事情。我记得前世你在陨星下伸出手，把残破的双鸾塞给我，你说只有你能供养它，我答应了。
和他签订了供养契约。我用了12年供养他，碾碎兽魂结晶，手把手教他搏杀，放弃突破王阶，把全部资源堆在他面前。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吗？我来告诉你，12年后，在兽巢前线，他看着我死在烈渊爪下，转身飞走。而你呢？那天晚上部落办庆功宴，你站在祭坛上端着酒杯，接受所有人的祝贺。可你从头到尾没有提过我的名字，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我是你最重要的人吗？我不知道，你说的那些我不记得，我不记得，那不是真的，那是你编的。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？身体已经死了，意识还在空中飘着，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看着。看着你端着酒杯微笑，看着族人高呼你的名字，看庄鸾站在你身后，脸上没有丝毫愧疚。12年，从头到尾，我在你们眼里就是一个供养凤凰的工具，工具死了，换一个就是。不是，我没有，月月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拿一个我不记得的事来定我的罪。所以我重活一世，回到陨星坠落的那天，你笑着拉住我的手臂，说我们一人契约一个。你知道我看着你那副笑脸，心里在想什么吗？我在想，这个人前世把我的命当成垫脚石，这辈子他又要用哪句话、哪个表情、哪种善良来骗我替他铺路。然后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，你还是那套说辞，还是那种笑容，还是把我当傻瓜。放开我！你说的事我一项都不记得，你不能因为一个梦、一个幻觉就判我的罪。我做了20年你的姐妹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从我再睁眼的那一刻，在我眼里，你已经不是我的朋友了，你是敌人，一个我花了20年才看清的敌人。所以你是回来报仇的？我来只是想让你明白，前世你欠我的不是一条命那么简单。所以我要你活着，活着才会在每一个午夜梦回的时候想起你今天听到的一切，才知道自己欠了什么，却永远还不上。这不是报复，这是你应得的果。回来了。回来了。献祭你的战刃，以后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只要你催动它，我都能感知到，多远都行。这是什么？我的逆鳞，前世我弯下它，燃尽龙魂，发动时空逆转，它就碎在我手里。这一世它没有碎，因为这一世我不需要重来一次。前世我发动时空逆转，是想重来一次，改变你的结局。结果真的重来了，但我发现我根本不需要改变什么，你自己就把所有事都改了。你选了不一样的路，选了不一样的人，你选了站在我旁边，所以我这一世想要的已经得到了。你把逆鳞给我了，那你呢？我有你，逆鳞在你刀上和在我身上没有区别。你知道逆鳞是什么吗？龙族唯一一片道生的鳞，最脆弱的地方。前世你弯下来的时候，疼不疼？不疼。骗人。疼，但那时候想能重来一次，能再见你一面，就不疼了。以后不许再挖，这片我收着，因为它是你的，你把它放在我这里，我就替你守着。你也要替我守着你自己，不许再让我一个人坐在石床边等你醒过来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它在恢复，还需要时间。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，炎凤吞噬了太多煞气，需要龙魂来净化。净化完了，它自会重生。要多久啊？取决于他还需要多久才能放下一切。双鸾的事，顾青的事，他背负的东西，不是力量的问题，是他自己愿不愿意重新开始。今日苍狼部落立双神位，龙神苍淼掌灵脉守护，狼神灵月统部落战力，双神并立，共守苍狼。站得住吗？放心吧，站得住。
你选的位置，站不住也得站。今日双神为非统治，乃守护灵脉不枯，受潮不犯，天地之间自有一席之地。兽神星域万年来没有龙神，如今终于有了。你这小子，当初在祭坛上拿出龙晶的时候，老夫就知道，你不是废脉，你是苍狼部族的变数。而他是从一开始就看准你的人。老夫这辈子见过太多天骄，但你是唯一一个从负数开始的。你走过的路比那些生来就站在高处的人远了不止1倍。老夫服你，不是因为你强，是因为你扛得住。所以这一声龙神，老夫叫得心服口服。那我收下了。听到了吗？他们叫你龙神，以后部落的祭祀、灵脉的守护，全都归你管。那你呢？我管你啊。这片灵脉我守，这个部落我守，我也守。魂能净化残魂，但没法重塑凤骨。他现在就像一个装满了水的罐子，但没有罐子，没有肉身承带，再强的魂力也留不住太久。那要怎么做？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，需要2样东西。第一，龙魂的创生之力，用来催动涅槃法则；第二，同源的凤凰血脉，用来做引子，点燃涅槃之火。创生之力我可以，但同源的凤凰血脉，陨星凤凰双生同源，只有双鸾。双鸾，他应该在废墟区。他当时被烈渊打穿了左肩，坠落在废墟深处1个半月没人清理。如果他还活着，他应该还躺在那里。如果他已经死了，就只能用龙族的造物法则，但那是创生，不是涅槃。他会活着，但不再是原来的炎凤，是龙皇混血。炎凤是纯血凤凰，如果变成龙凤混血，他就不再是自己了。他会接受吗？他在说什么呢？他说不用去找双鸾。他说那个在废墟里躺着的是他亲哥哥，他怕你去了看到的是一具尸体，也怕你去了看到他还活着，却不知道该恨他还是救他，所以他不想让你为难，他宁愿变成龙皇混血，宁愿不再是纯血凤凰，也不想你再为了他们兄弟的事去涉险。那你呢？你不想做纯血凤凰了吗？炎凤，我知道你怕什么。你说不用去，不是因为你不想要纯血凤凰的身体，是因为你觉得我们现在去做这件事太危险，你宁可委屈自己。但你记不记得，你之前在脑海里跟我说过什么？你说你没有参与顾青的阴谋，但你也没有站出来阻止，你觉得自己欠李月的。现在呢？你想用不用去这3个字把你自己的命一笔勾销吗？他欠你的，你去跟他要；你欠我的，我不需要你拿命来还。况且你并没有欠我什么，你活着就是还了。废墟去杀其中，带上这个，到了以后先别靠近，让炎凤残影感应他的血脉。如果他还活着，龙魂印记会告诉我们；如果他死了，龙魂印记也会告诉我们。你呢？我留守部落，刚封了龙神，总不能第1天就跑出去。万一烈渊没死物，或者边境有变动，得有一个人在这里。你去废墟区找回他弟弟，我留在这里守好你打下来的部落。天亮前回来，不回来，我就去找你。还真没死，命真大。你怎么来了？炎凤的残魂还在，龙鳞保住了他最后一缕意识，但他是纯血凤凰，重塑凤骨需要同源血脉。你是他亲兄长，陨星凤凰双生同源。所以你来找我，是为了他？是。如果我不给呢？如果我让你滚呢？你不是一直问我为什么不选你吗？现在我告诉你，前世我选了你，和你签订了供养契约。12年后，你亲口告诉我，我的兽魂枯了，不配做你的契约者。然后你转身飞走，让我死在烈渊爪下。现在的我是重生回来的人。所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，
知道，前世的事，每一件我都记得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前世背叛我的人，这辈子我还要手把手教他怎么不背叛我吗？而且我信不过你，信任断了就是断了，再来一次也续不上。太晚了，你自己选吧，给还是不给？我来不是来替你做决定的，是来告诉你，严凤还活着，她的命有一半在你手里。林月，你要多少？不多，够重塑凤骨就行。是我困住了自己，他是我唯一的弟弟，他把命给了我，现在我还给他，拿走。凤凰涅槃，短则数月，长则100年。要多久？煞气已经净化了，龙魂也替他重塑了凤骨，剩下的等他睡够了，自己会醒。我们走吧。去哪儿？祭坛，今晚有战后第一次篝火，大长老说所有战士都要到。你白天不在，不知道这事。篝火？上次篝火晚宴，有人趁我不在往我身上泼脏水，这次我要是不去，不知道又要传出什么。这次不一样，上次你一个人，这次我在，谁敢泼脏水，我让他扫1个月训练场。龙神大人滥用职权，不是滥用，是合理分配部落劳动力。